1943年，日军4万精锐扑向常德，城内的8000中国守军粮道被断，援军被阻，退路被封，但他们却选择死战到底。18天的浴血厮杀，一批又一批的倒下，一批又一批的冲上，巷战、肉搏、白刃冲锋，直到只剩200人还握着枪，直到日军尸横遍野。这座必死之城硬生生守成了侵略者的坟场，史学家将其称之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。本期我们将用 3D 动画详细地还原这场战役。1939年，武汉失守后，日寇铁蹄顺势南下，直逼湖南。地处要冲的常德，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。这座城北连荆州、襄阳，西通贵州、四川，南接长沙、衡阳，是数省粮道的咽喉枢纽。常德若失，日军便可西入贵州，直逼四川，南下衡阳，孤立长沙。更要命的是，常德是中国当时最重要的粮棉物资基地。拿下这里，日军不仅能掠夺物资以战养战，更能卡断重庆大后方的补给线，从根本上动摇抗战信心，甚至可以迫使云南的中国远征军回师救援，拖延盟军在东南亚的反攻步伐。所以这一仗日军是志在必得。1943年11月，日本将领横山勇集结5个师团，130余架战机，共计10万大军，气势汹汹地向湖南扑来。他先命主力师团沿长江西进，摆出一副要强攻石牌直取重庆的架势。石牌是三峡门户，扼守着长江航运要道，一旦失守，重庆岌岌可危。中国方面一看就慌了，急令主力部队从滦水街、太福山到常德一线呈一字排开，重兵死守石牌方向。此时的横山勇邪魅一笑，忽然挥师南进，一个回马枪杀向常德。第3师团、第13师团从石门方向猛扑，第116师团从京市直插常德，第68师团绕道汉寿，形成合围之势。面对日军突如其来的攻势，猝不及防的中国军队阵脚大乱。虽拼死抵抗，但在短短的10天内，滦水街、石门、慈利、京市、桃园、汉寿连连失守。按照常理，这场战役已经没有任何悬念，常德朝夕可破，但战场没有剧本。就在横山勇以为大局已定时，常德城头却飘起了一面让日军胆寒的战旗。上书有云：武王伐纣，有戎车300辆，虎贲300人。虎贲自此成为了军队的最高荣誉。74军的57师号称虎贲，绝非浪得虚名。这支部队善守能战，自抗战爆发，几乎打遍了华中战场所有的硬仗和恶仗。1941年上高会战，57师以1师之力死守阵地，硬扛日军2个半师团的轮番进攻，最终等来援军反击，大获全胜。此役虎贲之名震动全军，师长余承万也一战成名。余承万，广东台山人，毕业于黄埔17，精通战术理论，一身儒将风度。这次面对日本数万精锐的合围，他率领着8000余名虎贲将士，已做好了死守到底的准备。战前，余承万下令全城疏散百姓，派工兵营征集船只，免费护送老百姓渡江撤离，以免让南京的悲剧再次上演。余承万深知兵力悬殊，唯有依靠坚固的工事。待百姓撤完后，他以常德城为中心，在外围的德山、和福山构筑了凌厉坚固的防御阵地。城内的3座城门用土袋、沙包垒成轻重机枪阵地，城楼加固为一座碉堡，构成双层火力网。城内外各10字街口修筑了水泥碉堡，防下暗堡，
布设了多层铁丝网，指挥室则设在了钢筋水泥浇筑的中央银行里，厚实的墙体几乎能抵御日军任何炮火的轰击。从山头到城墙，从街巷到地下，余承万要把每一寸土地都变成日军的坟场。11月18日拂晓，10多艘日军汽艇破浪而来，直扑图家湖。守卫此地的中国军队虽然只有9连李幼吴的一个排，但他不慌不忙，先命2挺捷克式轻机枪封锁住河滩，再用步枪点射。10几个日军刚爬出水面要强行登陆，便全被打成了筛子。进攻受挫后，日军迅速增兵至300多人，分别乘20余艘汽艇再次猛攻。由于敌众我寡，激战1个小时后，守军伤亡殆尽，李幼吴身中4弹，壮烈殉国。20号，上千日军在火炮飞机的掩护下猛攻牛鼻滩，仅仅半天时间，阵地便告失守。图家湖、牛鼻滩是常德东面的前哨阵地，两处一失，德山危在旦夕。面对日军凶猛的攻势，团长邓先锋稍作抵抗，便一哄而散，不知所踪。人如其名，只是这所谓的先锋是逃跑第一。当然，并非所有官兵都像他一样贪生怕死。一位姓张的副营长拼命拦住200多名士兵，硬是在德山血战了4天3夜，最终全部战死。与此同时，合福山也遭到日军的重兵围攻。战前，守备此地的阮志芳带着500将士，沿着山脚挖了3米多深的壕沟，沟底密密麻麻插满了削尖的竹签，敌人一旦跌落，必死无疑。壕沟外侧木桩交叉成埃克斯形，深深扎入地面，组成一道坚固的防线。山坡上的散兵坑星罗棋布，主要部位还修建了多座半地下碉堡，一半埋在地下，一半露出地面，周围铺上草皮，栽上矮树，伪装得跟坟墓一模一样。最绝的是树上架起的机枪阵地，居高临下，形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交叉火力网。21号黎明，日军第120联队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发起波浪式进攻，蹲守在树上的中国军队立马机枪疯狂扫射，进行火力压制。一旦敌人突破壕沟，中国军队便冲出碉堡，用手榴弹进行反击。一天的激战下来，日军留下400多具尸体，不支而退。此后2天，恼羞成怒的日军调集近20门大炮，配合飞机对合福山进行地毯式轰炸，阵地全被炸翻，碉堡多被炸毁，许多将士连人带枪被埋入土中。还没喘过气，烟幕弹、毒气弹又接踵而至，缺乏防毒面具的中国守军避让不及，死伤许多。但剩余的守军仍凭着残余的阵地与日军展开近战肉搏，山腰的阵地失而复得，得而复失，高达7次。在日军波浪式的进攻下，疲惫不堪的中国守军死守了4天5夜，500多名将士，除少部分突围外，其余全部牺牲。最后，重伤的战士自知难免一死，不愿拖累战友，一个个把枪口对准自己，大喊一声“虎贲万岁”，便开枪自尽了。德山、合福山2处天然屏障一失，常德成了真正的孤城。此时的常德城墙只有南面一段还完好如初，其余3面都只剩沉积。南城墙高达2丈多，上有一座古时的箭楼，名为水星楼。11月25日深夜，日军第6联队趁着夜色悄悄渡过沅江，直扑城南。水星楼上的中国军队紧盯着江面，待敌船刚至江心，便命轻重机枪织成火网，向江心倾泻。顷刻间，水浪和火光连成一片，敌船燃起熊熊大火。对岸的日军见偷袭败露，立刻集中火炮猛轰水星楼。中国守军的一个排躲闪不及，全部陷入火海。
在炮火的掩护下，400-500号日军乘着汽艇成功登陆。次日凌晨，登岸的日军占据了沿河的3层楼房，在楼顶和窗口架起7-8挺机枪，居高临下向城墙守军射击。凭借着有利的地形，日军很快蜂拥而上，占据了水星楼。眼见形势危急，师长于承万命人在城内的屋脊上架起2挺机枪，水星楼只要有人影一动，就立刻射击。被火力死死封锁的日军一时间动弹不得。趁此机会，营长张兆普一鼓作气冲上了水星楼。一阵白刃肉搏后，日军死伤大半，残部纷纷退入水星楼后面的2座小型碉堡中继续顽抗。此时如果愣着头强攻，势必要付出惨重的代价。但张兆普是一个喜欢用脑子打仗的人，他命人将手榴弹绑在竹竿一端，长绳系在保险上面，然后悄悄摸过去，戳进了碉堡的洞眼里，将日军一窝端掉。此战渡江的500多个日军，除7人被俘外，其余悉数被歼。水星楼的战斗还未结束，北门已经陷入火海，守军连日激战，伤亡惨重。于承万紧急调第2批守军来接防。这一天，日军先调飞机对北门后的防御工事3街6巷进行轮番轰炸。按照惯例，接下来该是步兵冲锋了，可这次冲上来的却让中国守军大吃一惊。几十头耕牛被毛毯蒙住眼睛，尾巴上绑着火把，被烧得疼痛难忍，发疯般狂奔而来。想不到日军竟在工业时代效法中国古代名将田丹，摆起了火牛阵。好在这支虎贲军训练有素，没有自乱阵脚，待狂牛冲到近前，再从2侧同时开火。少数冲破火力网的也横冲直撞，找不到目标，最后瘫倒在阵地前。火牛阵之后，日军的步兵开始发起冲锋，但又被城门内侧的2座机枪碉堡死死盯住，不一会儿就倒下了40-50人。进攻受挫后，日军投下大量毒气弹，没有防毒面具的中国军队只能在毛巾上抹肥皂和酒捂住口鼻，实在没有的就把军服里的棉絮抽出来，撒上自己的尿堵在口鼻上。毒气散开后，日军步兵再次冲锋，而中国守军从拂晓激战到中午，经历了炮轰、飞机轰炸、火牛阵、毒气弹，加之数倍于己的敌人轮番进攻，终究是寡不敌众。残余的将士们只能每人抓起1颗手榴弹，冲进敌群，和日军同归于尽。与此同时，守备西门的第170团已伤亡3/4，无力再战。于承万只好调动北门的第171团接防，但问题是北门同样陷入激战，根本分不出兵力。无奈之下，于承万下令全城炮兵改为步兵增援西门，但此后的于承万再没有一兵一卒可供调动，常德已到了支离破碎的边缘。从25日到26日，日军昼夜不停地发起进攻，炮火、轰炸、毒气、冲锋，一轮接一轮。日军3次冲进城来，又3次被中国守军拼死顶了回去。打到最后，3面城墙都被炸得千疮百孔，8000多虎贲将士已伤亡大半，仅剩500人还能战斗。28日上午，日军调集所有火炮和飞机，对常德发起最后一击。炮弹如雨点般砸下来，炸弹、燃烧弹从天而降，整座城市笼罩在黑烟烈火之中。中午时分，数万日军从3个方向涌入城内。在大部分战役中，讲到这里我就开始要写结语了，但这支残余的虎贲军将用生命告诉我们，什么叫战至一兵一卒。城破之后，于承万已经没有任何的预备队，只能把炊事兵、通信兵、担架兵，甚至连师部的文书都发了枪，拢共凑出1000多人，全部投入到巷战中。更要命的是，缺枪少弹，
白刃战拼到现在，不是卷刃就是折断。于承万急中生智，命人把一捆捆的竹竿全部削成长矛。日本人的38大盖加上刺刀也就1米多长，中国士兵手里的竹矛却有3米。肉搏战中，日军还没靠近，竹矛就已经扎进了他们的肚子里。一天的激战下来，常德北城的几条巷子里竟铺满了1000多具日军尸体。北门虽然暂时稳住了，但日军还是从其余几道门陆续杀进城来。于承万立马下令退守街巷，机枪没了就用步枪，子弹没了就扔石头，反正就是往死里打。水星楼上，一名叫吴文香的士兵中弹后抱起块大石头砸死一个鬼子才倒下去。现在常德城里每一条街、每一堵墙、每一间屋子都会成为日军的坟场。而日军打到现在，2个连队长阵亡，4个大队长战死，中小队军官死伤无数，几乎换了一茬。面对如此惨重的伤亡，横山勇于是做出了一个罕见的决定，命日军自南门撤围，为守军开放退路。然而于承万就是不退。11月29日，恼羞成怒的日军从3个方向发起总攻，硝烟火炮吞噬了整座孤城，守军被分割包围，各自死战。中央银行里的于承万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：弹尽援绝，人无城已破，率部固守中央银行，做最后抵抗，誓死为止。看到这里，很多人不禁想问，我们的援军在哪里？早在11月24日，中国就下令第6、第9战区在常德外围对日军发起一个更大的反包围。但命令是命令，执行是另一回事。当时中国军心涣散，各部将领为了保存实力，故意延迟增援，见死不救。常德城破之前，真正赶到的只有方先觉的第10军和第74军残部，但日军早已料到这一招，所以只用4万人围城，留着6万大军在外围布防，等着中国军队往口袋里钻。两军苦战到12月初，仍无法突进城内。第10军更是遭到数千日军的围攻，几乎全军覆没。援军无望，57师彻底陷入绝境。12月3日凌晨，于承万召集残余将士，命团长柴义兴带队突围，寻找援军。但柴义兴考虑到自己只是个小团长，没有给援军带队指挥的能力，坚持要留下来守城。无奈之下，于承万只能率200余人突围出城，后在附近村民的协助下脱离险境。城破之日，柴义兴带着最后的51位虎贲将士冲入敌阵。时年30岁，结婚才7个多月。12月6号，中国第58军、第72军向常德发起反攻，一举收复常德，恢复了战前态势。这场历时40余天的常德保卫战至此宣告结束。此一战，第57师以8000余名虎贲军迎战4万日军精锐，孤守常德40余天，伤亡达7800余人。整个会战中，中国军队伤亡5万余人，日军的伤亡为2万多。战后，第74军军长王耀武在常德给阵亡将士修建了墓园，正门两侧立着一副对联：壮志成人，横越云飞思烈士，丹心为国，楚江月冷吊忠魂。